上一世，我的洞房花烛之夜，来的不是夫君，而是他的三弟。我浑身无力，拼命呼救叫喊，整个侯府却无一人相救。而夫君一夜未归，第二日他黑着脸骂我不知羞耻，败坏门风，不配为侯门宗父。不过半月，他便娶了我的庶妹过门，做了侯门主母。他砍断我的手脚筋，毒哑了我的嗓子，让我待在柴房中任人欺凌。凛冬深夜，我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真相。他爱的始终都是庶妹，接近我不过是为了让庶妹成功嫁入侯府做云梯。洞房花烛那夜，他抱着庶妹在隔壁听我哭喊，他说这是送给庶妹最好的贺礼。我咽气之时，满腔恨意难平，一睁眼竟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嫁前。既然从前造谣我是恶女，那这次我必定如他们所愿，10倍奉还从前诸般磨难。阴暗的柴房里，我的身体羸弱不堪，提起裤子就走的家丁暗自唾骂，什么世家贵女，狗屁将门虎女，不过是万人骑的。一口浓痰吐在我身边，他又鄙夷地盯着我，一脸嘲讽。盛老将军若是知道自己的嫡女就在这云阳侯的柴房里，还不如一只狗来的自在，一定会很悔恨吧。不妨告诉你，盛老将军是死在老侯爷手里的。我的喉咙早已被毒哑，手脚筋也都被梁昭挑断，一身武功被废。听到这话，只能无力地用头磕着墙。见我两行清泪，手指因为死死地抓地而流出血来。那家丁继而蹲下来，捏着我的下巴，你呀，不如早些死去，也省得受苦了。侯爷和侯夫人间谍情深，如今京都城里谁人不知道盛二小姐才是云阳侯府的当家主母。家丁重重地磕上门，外头是几个家丁的调笑声。不愧是金尊玉贵的千金大小姐，这等滋味咱们何曾体会过啊，都是侯爷体贴咱们。我躺在柴房内草垛上，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撕扯得破败不堪。进来送饭的厨娘是个好人，姑娘吃些饭吧，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身上毫无力气，厨娘才去喊了梁昭和盛如薇来。盛如薇捏着鼻子，居高临下的瞧着我，长姐，你受苦了，让你在柴房中撕过，你却和那些个家丁不清不白。城府如今只剩嫡母一个人了，他是断然不会来救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梁昭踹了我一个窝心脚，我真是看见你就恶心你一次。身为长姐，在府里欺负妹妹，我都不敢想微微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你毒如蛇蝎，吃的这些苦也抵不过我的微微吃的那些苦。原来在盛如薇口中，我是天天搓磨她的阴毒嫡姐。梁昭用脚踩在我的脖子处，他似乎看见了我脖子上的青痕，又发狠地踩了上去。盛如觉，我最心疼的便是他阿娘出身低微，她在你们府里处处谨小慎微，凭什么你是如觉，觉字珍贵的宝玉，而她是如薇，只能谨小慎微？你活该！若不是我阿娘非逼我娶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嫡女，母命难违，我才做了这个局。新婚之夜，让我那没脑子的庶弟进了你的屋子。盛如觉，你不知道那晚我就和如薇在隔壁听你惨叫着，为了我的微微，我做什么都甘愿。我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盛如薇替我擦掉眼角的泪水。阿姐，我恨你，没有一日不恨你。你是高高在上的嫡女，阿娘又是出身国公府名门的闺秀，而我阿娘不过是一个小小厨娘，哥哥们与你一母同胞，你们兄妹情深。父亲也与嫡母做出一副夫妻情深的鬼样子，若是真的情深，为什么又和别的女人生孩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还是恨你。如今程家只有嫡母一个人了，你还不知道吧？二哥哥死在沙场了，是我让侯爷的粮草暂缓。二哥哥死了，你心里可痛。我渐渐闭上眼睛，身体的疼痛逐渐消失。
我听见盛如薇和梁昭的笑声，而我死在了这个屈辱的冬夜。2. 姑娘，惠及必伤，万万不可劳心费神。一声木鱼声响起，我猛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跪在佛堂中央。方丈抚着胡子，瞧我一脸呆滞，又开口：智多近妖，惠及必伤，万事万物皆有缘法，花有重开日，可人无再少年，姑娘要惜福才是。我抬头望见大殿神佛，以为自己身处梦境，可殿外香火缭绕，紫烟袅袅，又不像是梦，我似乎又活了。张嬷嬷替我抚去裙摆上的褶皱，姑娘，我们也去上香吧。今日云阳侯太夫人要去府上要姑娘的庚帖，咱们总要露个面的。她的话音刚落，回忆如同浮潮涌现，我心如刀绞。我回过神来，喃喃自语：可若人有再少年呢？方丈还未答话，一声阿姐打破了殿内的平静。盛如微小跑着进殿：阿姐，寺外的桃花开得正好，我们一起去瞧瞧吧。上一世与我有婚约的云阳侯，就是在普济寺外对盛如薇一见钟情的。紧接着他难违抗母命，强行娶我入府，毁我清白，辱我名声。不过半月便将盛如薇娶进门，做了侯门主母。盛如薇看我神色异常，只牵着我的手：阿姐，你怎么不说话？我看他眼神清明，只是淡淡的说：我身子不大舒服，今日想先回府去了。妹妹若是想赏花，便留下几个丫鬟婆子陪着二妹妹吧。燃香插进香炉，忽明忽暗的红点一闪一闪。我对一旁的张嬷嬷说道：瞧这香可烧得真旺啊。张嬷嬷笑着说：姑娘必定达成心愿。是啊，这一世我若不能如愿，就枉费我重活一次了。可盛如薇并不像上一世一般去赏桃花，反倒是规矩的坐在马车里同我回了城府。3. 一进府门，便瞧见云阳侯太夫人，她温婉可亲，笑意盈盈，和从前一般能迷惑众人。太夫人见我进门，只笑呵呵道：今日总是见到如爵了，待半年后与我家阿昭成亲，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只微微俯身，并不答话。外头大雨忽地下起来，雨滴被刮落在檐廊下的缸子里，泛起一圈一圈涟漪。梁昭就在此刻入了圣府，油纸伞下，他含笑望着太夫人：母亲，晚来风急，担忧母亲淋雨，儿子便亲自来接。普济寺外桃花开了，特给母亲折了几枝。他的目光落在盛如薇脸上，怔愣片刻，才拱手道：二位妹妹安好。盛如薇脸色一红，我笑道：如爵今日身子不适，便不能陪侯爷和太夫人说话了，有劳阿娘和二妹妹在此相陪了。出了门子后，张嬷嬷小声道：姑娘，方才侯爷看着二姑娘的眼神可不清白，你也得当点心才是。我撑着伞回望花厅，我巴不得他们二人赶紧成一对呢。回到我的春蕊轩，我觉得恍如隔世，大拉拉的躺在床上，听外头雨声潺潺。张嬷嬷问了一壶清茶，二哥此时从西郊大营回来，还特地绕到杨记为我带了最爱的糕饼。如爵，大哥如今在冀州办事，二哥常年在西郊大营云阳侯府的婚事，你若不喜，二哥就去帮你拒了。我瞧那小侯爷油头粉面，是个不可托付的。恰逢太夫人离府，阿娘特央人让我和二哥也去送客。城府门外，梁昭已数次回眸看向盛如薇，至于程如薇脸色更是一片绯红。阿娘再愚钝也能看出一二，她脸色一冷，太夫人更是咳嗽一声。梁昭这才扶着太夫人上了马车。春蕊轩内，阿娘，你今日可瞧见了？我瞧着小侯爷似乎更中意你二妹妹呢。我靠在窗下的罗汉床上，阿娘，二妹妹若是比我有福气，嫁过去也成。
反正我对那小侯爷也是无意。当年春小娘病故，娘你一片慈母心肠，将二妹妹接过来，如今她的婚事，你自也不能有失偏颇的。阿娘叹了口气，那你呢？我笑说，普济寺的方丈还说过我有佛缘呢。父亲战死，大哥如今在外操持生意，二哥又时常在西郊大营，不常回府。阿娘为女儿开一小佛堂，女儿愿日日诵经，为圣父祈福呢。胡说，女孩子哪有不嫁人的？我声音低沉，摸着我的脖子，忽然想起上一世梁昭死死踩在我脖子上的一幕。若是嫁了人，却被夫家谋算，被关在一暗无天日之地，日日受人折辱呢？阿娘，世上郎君千千万，哪里那些坏的就都给你遇上了？我不再多言，只是躺在阿娘的腿上。阿娘，女儿不愿嫁入侯府。我渐渐睡着，只听见一声叹息，不嫁便不嫁吧。又过了几日，阿娘和二哥一同登了侯府大门，用我久病不堪进侯门操持庶务，回绝了婚事。桃花开尽，我日日都跟着二哥在演武场骑马射箭，而盛如薇总有出府的理由，张嬷嬷身边得力的女使日日都盯着，左不过是和云阳侯在外头厮混。直到太夫人的帖子又下给了盛府，邀何府女眷都去侯府赴她的生辰宴。盛如薇精心打扮，我着意为她添了些稀罕的首饰，满头珠翠，称得她富贵无极。盛府的马车停在云阳侯府，各家亲眷都随着丫鬟婆子的指引到了花厅。看着这熟悉的云阳侯府，我咬紧了牙跟在阿娘身后。太夫人坐在高座，云阳侯坐在他身侧，他的目光温柔坚定地盯着盛如薇，太夫人自然也尽收眼底。他朱唇轻启，我家昭儿如今年岁已大，也到了宜婚的年纪，柳家的嫡女，柳依依生得品貌端淑，为人也是温柔贤良。前不久我刚与刘老太爷定下了婚事，今日借着这生辰宴便说出来，让大家同乐。盛如薇的脸色渐渐地淡了下来，她还在做她的春秋大梦，能让太夫人点头她为侯府主母。上一世太夫人逼着梁昭娶我入府，不过是看中我嫡女的身份，以及我母亲的母家富贵双全。我母亲又是老国公唯一的孩子，日后整个寻国公的偌大家私都是留给母亲的，而我作为她的女儿，也能分不少钱财，以后能让侯府蒸蒸日上。刘府门楣更高，刘老太爷戎马一生，几个儿子都战死沙场，只剩下一老来得女的柳依依，如珠如宝的养大。太夫人的用心，稍稍一想便知道。我冷冷地看着道貌岸然的梁昭，一脸无辜。男人总是薄情寡义之人，于他而言，娶谁都对他有益处。娶了柳依依，钱财前途是他的；娶了盛如薇，又全了少年情谊。盛如薇愤愤离席，我看着梁昭又偷偷地追了出去。我踱步到柳依依身边，我与她素来有些交情，便说道：依依，我有些头闷，咱们出去散散步吧。瞧这些贵门婶娘都拿你开玩笑呢，不如出去躲一躲。她点点头。沿着外头的沿廊，我走过熟悉的路，带着柳依依到了侯府的花园。只见那假山中有女子的啼哭声和男子的安慰声。我与柳依依相视一眼，却听见那男生开口：那柳家姑娘生得貌若无颜，若非是她是刘老太爷唯一的孩子，我母亲看中她家的家产，云阳侯府如今钱财并不丰盈，我母亲是动了那样的心思，你莫要生气。纵使我娶她进门，也有办法娶你进来的。柳依依吓得心惊肉跳，脸色惨白。我握着她的手小声道：若是所嫁非人，不如不嫁。柳依依也是将门出身，自然吃不下这暗亏。她绕到假山处，看着小侯爷便是一拳，又看向盛如薇，
看了我一眼。如觉，你自家妹子，你便自己教导吧。这婚谁爱结就结，我柳家满门忠烈，难不成还要被吃绝户吗？外头吵吵嚷嚷，惊动了太夫人和亲眷。众人绕过檐廊，来到花园。见到此景，诸位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太夫人脸色铁青，昭儿，你在干什么？我适时走上前去，拉着盛如薇的手。我家小妹与小侯爷情深意重，方才小侯爷又说他会想尽办法娶二妹妹入府，还请太夫人成全。太夫人狐疑地看着我，似乎是在打量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毕竟我也曾与云阳侯议过亲，虽只是交换庚帖，并未下聘，可偌大的汴京城知道的人却不少。盛如薇这时候惊讶地看着我，我又缓缓说道，二妹妹从小养在母亲膝下，母亲待她更是如亲生女儿一般。太夫人声音阴冷，世家高门的女儿被养得这般不知羞耻，我儿乃是袭爵的侯爷，闺门中的女子如此勾搭我儿，让我儿丧了颜面，难不成还要迎这样的女子进门吗？柳依依本就生气，我朝她看了一眼，她便气得跑到她娘亲身边，将方才云阳侯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柳夫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嘴角抽抽。既然今日闹成这样，那云阳侯和柳家的婚事就此作罢吧。今日来赴宴的都是高门女眷，还请大家当不知道这回事，以免丢了我家和侯府的颜面。太夫人还想拉柳夫人的手，却被柳夫人不着痕迹地躲开。盛如薇此时却哭得梨花带雨，这时候我适时地为她加了一把火。张嬷嬷，你前些时日让红玉和红秀两个丫头多番去外头照顾二小姐，你便让红玉和红秀两个丫头告诉太夫人吧。我拍了拍盛如薇的手，阿姐会为你做主的，必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良缘。红玉和红秀跪在地上，大小姐一向对二小姐是最关照的，害怕二小姐出去游玩磕着碰着，所以总会让张嬷嬷叫我们两个暗中相护。我们二人也都是大少爷训练出来的女侍卫，只是平日以婢女装扮示人。那些时日，我们瞧着侯爷和我家二小姐赏花听戏去诗会，也在船舱里相拥，江边许多人家都有印象的。而且侯爷为我家二小姐还一掷千金，送了好些唐记的名贵首饰。唐记掌柜也是知道的。太夫人面色铁青，我竟不知我儿和二小姐这般深情。我回头看着盛如薇，如薇，阿姐只问你，你与侯爷是不是两情相悦？如薇看向梁昭，梁昭自然见不得美人痛哭，便跪在地上求母亲去如薇家里提亲，而要明媒正娶如薇做侯府的大娘子。我冷笑地看着这局面，盛如薇反倒是懵了。兴许他还未曾在梁昭身边哭诉编排过我是如何欺辱他的，今日我圆他美满婚姻，他只当侯府的日子会好过吗？男人一时的欢心，终究抵挡不过日后侯府只有一个空架子时没有银钱用的时候的尴尬。太夫人如今被架在火上，只能咬碎一口银牙，狠狠地点了点头。好啊。可她看向盛如薇的眼神却越发阴毒。我扶着盛如薇起身，从侯府离开。马车中，盛如薇犹疑地看着我，阿姐，你不介意吗？我揉揉她的鬓边，傻妹妹，姐姐怎么会介意呢？看着妹妹得了良缘，姐姐高兴还来不及。我要亲自看着你被你梦想中的侯府一点一点的吞噬干净，才算过瘾啊。我继而笑笑，莫要怕，侯府多富贵，你过去定会有好日子的。待嫁的时日，阿姐便时常带你见见世面，多为妹妹置办些名贵首饰和衣裳。当把一个人捧得越高，给的东西越奢华，他是接受不了落差的。那日之事被人传扬了出去，众人对梁昭这个小侯爷越发鄙夷，尤其是有人将那日梁昭图谋别府财产的事情大肆宣扬。如今世家贵女对云阳侯府都是避之不及。
盛如薇如今更是骑虎难下，母亲给她置办的嫁妆也不过是将春小娘早些年的嫁妆加上城府置办的，外祖父家的东西不会给她半分。我这些天变着法子在京城收罗精巧的首饰和华裳，她已经看不上从前最爱的素簪子了，更不爱穿原先的常服。她如今穿着异常华贵，要比寻常勋贵人家的嫡小姐还要体面。太夫人按兵不动，她越发着急，日日都要发一通脾气。阿娘和二哥哥向来都是直肠子，程家丢了脸面，对盛如薇也是淡淡的，不似从前宠爱。那日听闻云阳侯府来了一位南境来的商贾之女，被太夫人奉为座上宾。盛如薇急了，她跪在阿娘面前，母亲，求您去外祖家让他们也为我添妆吧，女儿要嫁入侯府，不能没有依仗啊。那太夫人又迎来一商贾之女，若是云阳侯娶了她，那如薇该如何做人啊？阿娘只是冷笑，如薇，我竟不知你什么时候和云阳侯有了私情，偏还是你阿姐曾经议婚过的人家，在云阳侯的宴席上被柳家的姑娘撞破你们二人私会，云阳侯的话，你难道听不进去吗？他家如今四处聘妻，只是为了图谋妻子的母家和妻子的嫁妆。如薇，你虽不是我亲生的，我也不愿你入火坑，可你如今真是太离谱了。盛如薇的眼眶通红，您是我的嫡母，终于演不下去了吧？这么多年你费尽心思的做一个人人称道的贤妻，将丈夫和旁人生的女儿也视如己出，道貌岸然惯了，如今演不下去了吧？阿娘被气得不轻。我正欲开口时，大哥从冀州办事回家，二哥也正好进门。听到盛如薇的话，大哥蹙着眉头，如薇，你过分了。二哥拉过母亲的手。盛如薇眼眶通红，指着我们大声道，好好好，你们是母慈子孝的一家人，我反倒成了外人。他转身跑回自己房内。我看着阿娘和哥哥们，缓缓道，如薇的事情，阿娘和哥哥们不必担心，云阳侯府自会上门提亲的。大哥声音充满冷意，我原以为如觉的婚事退了，咱们家便不会与侯府扯上关系。爹当年的死，我已查出与云阳侯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夜色渐深，阿娘早已睡下。书房内，我们兄妹三人正在议事。大哥缓缓说道，去冀州一来是安排家中的生意，二来是暗中找到当年父亲战死时负责驰援的兵将，如今已有眉目，怕是和老侯爷脱不了干系。老侯爷已死，如今云阳侯府还想与我家攀亲事，只怕不只是图谋侯府财产。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些画面，云阳侯府似乎与皇族来往密切，是萧氏皇族。二哥猛地捂住我的嘴，与大哥相视一眼，想来他们二人早已心中有数。如觉慎言，咱们将军府里可再经不起什么风浪了。阿娘双居多年，有些事情不能让他知晓。西郊大营派人来寻二哥，二哥便着急忙慌的骑马离府，倒是大哥看着他的背影，缓缓开口，我在冀州时曾做了个梦，梦见你嫁入侯府，过得生不如死，你二哥还被人算计，死在战场，圣府成了空壳，二妹妹接替你嫁入了侯府。大哥，何必被一场噩梦影响自身？你只需将梦醒当作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也需多多防范才是。大哥点点头。爸，盛如薇在我的春蕊轩内生闷气，她眼眶通红，还在落泪。婢女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好在她在我这里不敢摔东西，见我过来便拉住我，语气愈发不忿。阿姐，梁昭是不是当真不心疼我了？数日不见便将我抛诸脑后了。这何府上下唯有阿姐一人真心待我，可如今夫人不上门提亲，偏还迎了一女子入府做了座上宾。若是梁昭与他在暗生情愫，
那我便是整个汴京城里的笑话了。我拍了拍他的手，梁昭自然是心悦你的，只是太夫人如今不肯登门，你也须得想法子让梁昭亲自来迎你才是。盛如薇抚着肚子小声道，阿姐，我越信迟迟不来，怕是有了。我咳嗽一声，与张嬷嬷相视一眼。张嬷嬷，拿着哥哥的拜帖，去外头请名医馆的郎中过来给二妹妹瞧瞧。盛如薇面色绯红，她还不知道这些天她喝的甜汤里都被我放了推迟月经的药。请来的郎中自然说她已怀有身孕。张嬷嬷派人去给云阳侯府传话。不过第二日，云阳侯太夫人便不情不愿地上门提亲了。婚事定在了下月初8，而那位府上的商贾之女也在入夜前入了城府的宅院。太夫人在府里闹了好一阵，我便出了府，她也不好再留我。我揽过她，还要多谢如烟姐姐千里迢迢过来帮忙，不然这样我那位好妹妹怎能知道着急呢？如烟看向我，我虽不知你心里盘算，但你总归是有自己的道理，我也不愿深问太多。若非我随母姓，那太夫人不知宁州素家与程家的旁支还有姻亲关系，只怕她也不会轻易上钩的。我笑道，这次还多谢阿姐了。如烟点点头，趁着夜色出城去了。回望盛如薇的兰竹院，依旧灯火通明。她如今一定会为自己嫁入侯府开心吧？若是新婚当夜被她爱慕依旧的夫君亲自揭穿自己假孕的事实，又该是什么场景？我可真期待啊！看着他亲自堕入婚姻的地狱，他向往了2辈子的侯门主母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做的。9初8那日，花轿上门，我着意为他添妆，名贵的首饰便带了2大箱。我看着梁昭亲自将他扶上轿门。张嬷嬷在一旁小声道，姑娘，你又何必给二姑娘添那么些个东西？汴京城里都将他们2人当笑话了，姑娘何必还抬举她？那些留给姑娘自己傍身，不必白白填了侯府那个深坑吗？我笑笑，张嬷嬷，你还记得我在普济寺许下的心愿吗？它似乎就要实现了。张嬷嬷摸不着头脑。盛府来的宾客也颇多，我与2位哥哥帮着母亲一起与前来道贺的宾客祝酒。大哥小声说道，侯府的3少爷如今欠了不少银子，还偷着把侯府的几个庄子抵押掉了。我一边祝酒一边笑道，哥哥向来都是谋算在心的，不妨让那3少爷继续沉沦下去。太夫人忙着料理宅门中的事情，想必不会在意他那个庶子闯出什么祸事来。大哥，这些我自然会顺水推舟，可侯府毕竟是侯府，若想侯府覆灭，也须得一段日子，不急不急，戏要慢慢唱下去才有意思。送完宾客，春蕊轩一片寂静。张嬷嬷温了一壶醒酒茶，姑娘，喝了这醒酒茶就早些安歇吧。我接过杯子，外头风声渐起，我举着杯子对着云阳侯府的方向遥遥相助。这一次你们不死，我不罢休。盛如薇3朝回门那日，脸上是厚厚的粉，却也遮盖不住眼下的乌青。她颇为受用丫鬟婆子那一声声的侯夫人，却在见到我时忍不住痛痛哭。阿姐，你不知道，新婚之夜我莫名来了月事，梁昭疯了一般打骂我，骂我是骗子，说我让他不得不放弃素家的满门富贵，娶了我这么个人，还说我毒如蛇蝎，竟想用假孕的法子蒙骗他。可我明明1、2个月未来月事，我怎能晓得没有怀孕？再说了，郎中也是说过的。张嬷嬷此时说道，那日请来的郎中是云阳侯府太夫人的亲戚，老奴原想着他定是靠谱的。我佯装大惊失色，太夫人图谋旁人家的家产，可你和梁昭却是两情相悦。听闻那商贾之女如今已经离开汴京，想来是太夫人。盛如薇咬着牙，我就知道他那个老不死的如今还想着给梁昭再娶一位平妻进门。我如今已然是侯府主母，又怎会容忍旁人进府？
况且侯府如今就是个空壳子，我一进门，那老妖婆便盯上了阿姐给我的天妆，那2箱名贵首饰，她看见就跟见了亲娘一般，怨不得她引我入府，原来是想踩死我。二妹妹，你可得多多长点心才是，梁昭打你，莫要让梁昭被人抢了去。盛如薇握紧了手帕，我看谁敢抢。一同用了饭，盛如薇便和梁昭回去了。红玉和红秀和盛如薇的陪嫁丫鬟本就关系好，又打探出了一些内情。新婚当夜，盛如薇喝了合欢酒后，侯府3少爷曾经鬼鬼祟祟的在房间门口逗留，盛如薇用刀割破自己的手指才保持清醒，而梁昭在深夜才去了新房。我冷笑，云阳侯府还是这般上不得台面。红玉小声道，如薇小姐似乎能料到侯爷想做什么一般，第2日还遣散了几个家丁。听他身边的人说，那些家丁被遣散后其实是死在了庄子里的井里。游戏似乎越来越好玩了。我这位二妹妹似乎还瞒着我不少事情。我忽地想起在普济寺，她没有像上一世一般跑去赏桃花，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答案，她似乎和我一样重生了。若是她也重生，想必上一世我死后，她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才费尽心思让我顺水推舟，用报复之心将她推入侯府，还真是有趣。只是她凭什么以为我就会原谅她？哪怕是她屠尽侯府满门，又有什么资格求我原谅？1月后是梁昭的生日，盛如薇早早的派人来请。侯府3少爷的债务多如牛毛，侯府不少产业都已经尽数归了债主，如今按兵不动，太夫人还不知道侯府的产业悉数都已成了旁人的。我与哥哥要为侯府备上一份大礼。二哥在军中颇有名望，私下也搜集了不少当年云阳侯府豢养私兵的证据。这些年云阳侯府的银钱有不少是送给蜀王的，圣上并不昏聩，答应二哥将这场戏陪我们唱完，甚至召了梁昭和太夫人进宫，封赏了好些东西，名义上都是为梁昭庆贺生辰。第2日，那些东西便出现在了镖局里，连带着盛如薇的嫁妆，那些名贵的首饰全部都在汴京城的各家镖局里，运送的目的地是蜀地蜀王的府邸。派人去蜀地查明蜀王和太夫人的关系并不算难，如言堂姐的生意遍布天下，去信一封后，他便派人动手查探。不过半月时间，我与哥哥便在汴京城中知道了太夫人与蜀王年少青梅竹马的往事。蜀王久在蜀地，曾有起兵谋反的意图，杀回汴京夺了皇城。只可惜蜀地物产不丰，蜀王想要成事，能用的银钱并不多，这些年全靠太夫人私底下送银钱。老侯爷死后，太夫人更是将偌大的侯府都要拱手送给蜀王。如烟表姐还意外的来了一封书信，是当初太夫人因盛老将军撞破她与蜀王的来往，而被老侯爷疑心送去蜀地的书信。太夫人在书信里希望蜀王派人帮助他来离间老侯爷和程家。老侯爷被蒙在鼓里，轻信了小人妄言，认为父亲意图不轨，便利用战乱，故意让援军迟迟不去救援，害死了父亲。后来老侯爷得知真相，一病不起，缠绵病榻数月，也撒手人寰了。至此云阳侯府都在太夫人的手里。11，真是好手段，害死了父亲后，再想着娶我进门。若是再用什么心思害了2位哥哥，母亲羸弱，外祖家的遗产都是母亲的，若是母亲没了，便落在我手里，他再想方设法的夺走，只怕外祖寻国公府还有咱们程家都要被那女人给吃干抹净了。好一个一箭三雕，既能让程家满门不再追查父亲死的事情，又能灭掉程家，还能得到偌大的家私遗产。太夫人心里可真是为蜀王谋划纵深呐。大哥和二哥也愤懑不平，我们都在等梁昭生日那日，
将这群人的真面目揭开。再去普济寺那日，方丈笑着说，姑娘，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皆是因果。有因有果，何为因果？若是本末倒置呢？之前的恶果便是今生的因由。方丈笑笑离开了，熟悉的声音在耳后响起，竟是梁昭。姑娘，别来无恙。原是妹夫，你该随如薇叫我一声姨姐才是。梁昭脸色微变，如觉总来佛门清净地，我好不容易才碰见一次，想来还是有些缘分在的。侯爷可是找我有事？梁昭，不知姨姐可否随在下到林间小叙？这与理不合，恕难从命。侯爷若有事情，直说便是，何必左顾言而右其他？张嬷嬷稍稍退后，梁昭竟拉扯住我的手。如觉，是我狗眼看人低，这才中了盛如薇的奸计。若非他意图引诱我，我不会屈尊降贵与他苟且的。如今被他算计进侯府，成了我云阳侯府的当家主母。我只觉得并不如先前那般想的欢乐，他并不是我心中的良配。我有些鄙夷地甩开手。先前喜欢他的是你，与他私下相会的还是你，大庭广众之下说你和他两情相悦的还是你，如今却在我这个做姐姐的面前和我议论妹妹的不是，侯爷不觉得这有些有失体统吗？梁昭自嘲地笑笑，当初母亲劝我娶嫡女，不要庶女出身的，我不信。当初她也是那般温柔体贴的，不知为何她入了府后用假孕欺骗我，如今还动不动地敲打我。若不是母亲替我撑着，只怕她都要骑到我头上了。随即她搓了搓手，如觉，她是庶女，你是嫡女。若我现在让母亲上门继续提亲，娶你进门当我的大娘子，你可愿意？到时候让如薇做个姨娘便是。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梁昭，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啊，不是吗？她可是你亲自选的侯门主母，你可要好好对她才是，这才算全了你们两世夫妻情分。梁昭愣了愣，大喊道，什么两世，什么两世夫妻？你们姐妹之间到底还瞒着我什么秘密？为何盛如薇也是这般说？为何她也总说她和我是两世夫妻？我回头笑了笑，我只是觉得妹妹与你情深得很，才这样说的。你不妨回去问问如薇，她为何这般说吧。上了程家的马车，张嬷嬷才骂道，那侯爷也真是个登徒子，佛门清净之地，竟然口出狂言，已经娶了二小姐，还想把姑娘您娶进门，也不知安的什么心。如薇的嫁妆怕是早被太夫人挖空了，日子不好过，自然只能生闷气。我忽地想起上一世，他是那般极声厉色的骂我毒如蛇蝎，如今毒如蛇蝎用来形容盛如薇了。我合上马车的帘子，回府去吧，只怕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还要继续唱大戏呢。12，盛如薇在春蕊轩等我，她目光灼灼。我的人说，阿姐和梁昭在普济寺还说了一会儿话，妹妹该去问问梁昭，他说了些什么。盛如薇嘲讽道，不过是说我变了个人，又或者希望迎阿姐入府，但我是不会让阿姐入府的。她眼眶中隐隐有泪水氤氲，她再次带着哽咽声说道，我不会让阿姐入府的。妹妹放心，我不会的，毕竟我和妹妹一样，都巴不得云阳侯府大厦将倾，快些覆灭才是。盛如薇愣了愣，阿姐你……如薇，这出戏还要唱下去，唱不到最后，何必在我这里探听虚实？有这功夫，不如回府上好好筹谋你的事情。盛如薇起身，她盯着我的脸，苦笑道，我就知道为何阿姐这次像变了个人一般，你还记得那些事情对不对？她苦笑连连，泪水滴落。张嬷嬷早已屏退下人，春蕊轩中唯有我和她两人。我打量着她嗤笑一声，
妹妹何必在我这里扮娇弱呢？当初我身死的时候，那夜多么凄惨，妹妹入府第二天替我料理了那几个家丁，是在为我报仇吗？恨犯不着，若没有你，我也会亲手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包括梁昭、太夫人，自然也包括你。不过没想到你也重活一次了。盛如薇跪在地上。阿姐死后，我的日子并不好过。嫡母申死后，太夫人动了寻国公遗产的心思，我费尽心机帮他们得手，可最后落得一个被他休掉的下场。汴京城里人人都笑我机关算尽，甚至害得娘家家破人亡。太夫人说我不知廉耻，而梁昭迫不及待地娶了蜀王的女儿。他们谋划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将我当个玩意儿一般戏弄，我怎能不恨？我后悔害死阿姐，害死兄长，更后悔为了攀附侯门撒的那些弥天大谎。阿姐待我亲和，我却在梁昭面前哭告阿姐毒如蛇蝎。我后悔，我死的时候也是个月圆之夜。我躺在冰冷的地面，偌大的胜负早已破败，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怎会让你再嫁入侯府？我恨不得把他们剥皮抽筋，才能报仇啊！我拍拍他的脸，替他拭去泪水，猛地抓住他的发髻，将他狠狠地甩在地上。盛如薇，你可不是他们计划中的小玩意儿，而是桩桩件件你都是亲自参与了。梁昭欺辱你，太夫人利用你，侯府为蜀王做嫁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是抱着杀死我的决心做的。我还记得那夜，你口口声声说恨我，怎么，自己也被人算计一次后才开始后悔？谁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就必须得和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报同样的仇？你配吗？张嬷嬷，送二小姐出府吧，侯爷生辰宴过几日就要开始了，侯夫人还得回府好好操办才是，不必在我这春蕊轩说些有的没的了。盛如薇眼中含泪离开了。张嬷嬷虽不知我和盛如薇的局语，却还是开口：姑娘，生辰宴上还要有一场好戏，姑娘何必和二小姐再起争端？平白惹得姑娘伤心了。嬷嬷，这戏我演够了，她想必也演乏了。13. 梁昭生辰宴那日，8月初8，大吉大利。她一身红衣在门口笑意盈盈的迎客，见到我也是温和一笑。今日宴请的宾客颇多，文官武将颇多，众人心里都各有筹谋。太夫人笑得一脸谦和温婉，圣上今日更是给足了面子，大驾光临。一时之间世家风向变动，无人再嘲讽云阳侯府是个空架子，反倒是带了不少厚礼前来。高座之上，圣上开口：梁昭今日生辰，朕倒是从蜀地寻来一批不错的小玩意儿。宫里的内监们抬上来几个大箱子，打开箱子，赫然都是从前圣上赏给侯府的东西，连带着盛如薇的2箱首饰也都在众人面前。巨大的箱子里的小箱子上还有云阳侯府的字样，众人议论纷纷。太夫人脸上一暗：陛下，这前不久侯府丢了大批财物，不成想竟到了蜀地，我又命人将圣府的几个木箱抬了上来，回禀陛下，臣女也有些东西希望呈给太夫人瞧瞧呢。太夫人目光瞥向我：盛大小姐，今日是犬子的生辰宴，你二妹妹还是我侯门的主母，这种时候何必要横插一杠子呢？圣上摆摆手：无妨，朕倒要瞧瞧太夫人府上今日还有什么热闹。我打开箱子，拿出一些字据。府里的三少爷欠了我程家还有经理许多世家不少银子，已经将府里名下许多庄子和铺子都抵给我们了，还请夫人看看，这上头是不是侯府的印章以及三少爷的名讳。本是和三少爷的私事，只是三少爷最近找不到人，这才今日来请太夫人做主。太夫人眉头紧皱：三郎向来是顽劣的，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笑笑：
三少爷为了逃掉债主的追杀，又怕太夫人对他痛下杀手，已经逃了。不过逃之前，他交给了我一封书信，上头写着老侯爷和我爹爹的一件事情，还请圣上论断。书信被呈了上去，太夫人脸色铁青。圣上看了书信后，将书信递给太夫人。夫人也瞧瞧。朕倒是不知道，这云阳侯府和蜀王还有这些渊源。若是早前些时日，也应该把蜀王生擒了。今日想来，也能擒到这云阳侯府中了。太夫人瘫坐在座上。蜀王怎么会？圣上冷冷开口。蜀王有贼心没贼胆，夫人你被他苦苦骗了这么久，白白送了无数银钱过去了。太夫人脸色惨白。不会的，不可能。我适时开口。三少爷还说蜀王府里姬妾成群，那些首饰华裳都早就被蜀王赏给自己宠爱的姬妾了，还听说蜀地时常为蜀王选妃，如今府邸里大小姬妾也有成百了。太夫人，圣如觉，你口说无凭，三郎如今不在，这些字据我云阳侯府是不认的。至于那书信，老侯爷已死，也是死无对证的。我笑了笑。太夫人，可我还未说是关于老侯爷和我爹爹的什么事情，你为何便说死无对证呢？难不成太夫人知道些什么？她不发一言，只是死死地盯着我。而二哥哥押着蜀王来到殿上的时候，太夫人猛然起身，而蜀王却撇过身去，不肯瞧他一眼，只是不停地叩头认错。圣上，臣绝没有谋反的心思啊，还请圣上明鉴，这些年全是云阳侯夫人自作主张，将那些银钱和首饰珍宝送到我府上。臣都留着赏人了，绝没有豢养过私兵，还请圣上明鉴。那派人离间老侯爷和盛将军呢？蜀王大呼冤枉，全都将罪责推在太夫人身上。他挣扎起身，从座上一步一步走向蜀王。我为了你殚精竭虑，在汴京城里处处为你谋划，是你说你有宏图伟业，我才嫁入侯府，替你筹谋半生。你说蜀地贫苦，我便挖空心思将银钱送到你府上。老侯爷死去，侯府只剩个空架子，我也处处为咱们的孩子，为你谋划。萧莹，你当真是一点心也没有吗？太夫人的话音落下，梁昭脸色大变。母亲。太夫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也知道自己筹谋的不过一场浮华，她跪在地上。圣上明鉴，所有事情皆由我和蜀王谋划，与昭儿没有半点关系。西郊大营来的几个武将姗姗来迟，他们呈上了当年的军报。当年那场战事，盛老将军本来能反败为胜，可老侯爷压下援军不发，生生的拖死了老将军。我等人微言轻，不敢智慧当年的事情，只是留有当时的军报，还请圣上定夺。军报里夹杂着蜀王的人半真半假的挑唆，蜀王这才无可辩驳。纵使臣当年有过不臣之心，可如今已经年老，也并未用一兵一卒染指过陛下的江山。我与疏远不过是青梅竹马，荒唐一场罢了。太夫人听罢，与蜀王扭打在一起，再无半点世家夫人的风范。圣上下令大理寺查清蜀王和太夫人一事，要还爹爹一个公道。14。众人散去后，太夫人和蜀王都被押入大牢听候处置。梁昭颓然坐在院中，他大声地诘问我：盛如觉，为何要在今日在我府上公然发难，毁了这个侯府，你便开心了吗？如今已经撕破了脸，更没有演戏下去的必要。我蹲下与他平视，捏着他这张脸狠狠地甩在一边。梁昭，现如今你可知道了，你母亲为你苦苦维持的脸面，不过是一副丑闻之下的面具罢了。你是谁的儿子？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只不过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你享受你母亲给你的尊荣和富贵，更享受你母亲为你的谋划，娶一个世家贵女，带着万贯家财，被你们母子搓磨致死。再娶一个进来就是了，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无论是我还是盛如薇，都不过是你一时兴起想逗弄的小玩意儿罢了。也许会有些细微的爱意存在吧，但是比起富贵来说，那些爱意太微不足道了，不是吗？不是，我的脚狠狠地踩在他的脖子上，死死地踩着他的喉头。说不出话来的滋味如何，被人凌辱的滋味如何，被我死死地踩着脖子的滋味又如何？你三弟弟前2天早就被我活剐了。脚一松开，他哭着问：怎么会？你怎么会这般残忍？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我侯府的人，你怎么会？我用刀在他脸上刻下一个贱字。被人在脸上刻下这种污言秽语的滋味如何啊？听闻汴京城里开了几家相姑馆，你也是世家养出来的娇娇公子，不妨也去里头体会体会吧。梁昭面露惊恐，他向后缩躲在墙角边。我乃堂堂的侯府公子，怎能去相姑馆那种地方？我的刀尖还淌着他的血。他大声问道：盛如觉，我从未惹过你，为何你要对我这般疾声厉色？因为上一世你也是那般纵容旁人欺辱我的。知道盛如薇为什么把那些家丁都淹死了吗？你呀，要不去相姑馆，要不就和那些家丁一个下场。忽然间电闪雷鸣，白雨如珠，乌云席卷整个汴京城。我执着刀将晕死过去的梁昭拉上了马车，将他扔在了相姑馆门口。大雨倾盆淋在我身上，我只觉得畅快无比。15，大理寺这次承接圣上的旨意，不敢懈怠。不过几日的功夫，便将太夫人和蜀王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年二人之间对朝臣的蝇营狗苟查了个一清二楚，还了我爹爹一个公道。云阳侯老侯爷尽管身死，可也犯下错事。云阳侯府被抄没家产，褫夺爵位，太夫人被发配苦寒之地。至于蜀王被召回京，圈禁在汴京城郊的小庄子里。而梁昭在相姑馆不堪受辱，逃了出来。盛如薇在侯府中时，本就对梁昭和太夫人下了慢性毒药，如今只怕是要毒发的时机。那日圣上为表对爹爹和城府的告慰，封了程家为宁国侯，大哥继承了爵位，二哥也被封了镇国将军，可以另立府邸。念在我为父报仇，多番筹谋，圣上感念我不义，又加封了我为女侯。圣府宴请宾客那日，阿娘感叹：不嫁人也没什么，你两个哥哥总不会不管你。再说了，如今你可是女侯，有谁会小看你？不过如薇倒是了无踪迹，也不知她去哪里了。我在宾客间忽然瞧见了一个熟悉的脸，闯入了程家后院。我抄着刀跑进后院，发现梁昭背对着我，正穿着家丁的衣服，用刀抵在如烟表姐的脖子上，在后院发疯。他恶狠狠地说：原来你们早就下这盘棋了，素如烟也是你们的人。盛如觉，我今日就要活剐了你！如果不是你，我还是侯爷，我母亲也不会流放，我也不会被你放到那羞辱人的地方去。还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我便拿起剑筒朝他后背便是一剑，数箭齐发，虽不至于立马毙命，可却让他没有力气再去恐吓如烟。而盛如薇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他替梁昭挡下了胸口一剑。阿娘被惊吓住，府里的人惊呼。我走到盛如烟面前，她躺在地上，手轻轻地抓住我的裙摆。阿姐，也许我真的很傻，我还是瞧不得他死。明明上一世他已经那般磨难我了，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为他挡下这一剑。阿姐，是我对不住你，这一世你会有大好人生。从前是我恶毒，是我不知死活。阿姐，求你原谅我。我的泪滴在他脸上，将衣摆从他手中抽出。
不，盛如薇，我不会让你死。每当你濒死的时候，我都会竭尽全力的救你。我要你日日都要想起你从前的恶毒，要你日日悔过，要你日日想着梁昭那个贱人。哪怕是2辈子，他依旧是个贱人。梁昭被我送到了蜀王的禁地，被蜀王的亲生子女当作玩物，日日鞭笞打骂，以后的日子皆是苦楚。盛如薇被救回来后，便自请到普济寺修行。方丈说一切皆有因果。在我下山前，方丈问我，还记得上一次在普济寺我对你说的话吗？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皆是因果。方丈摸着胡子道，姑娘曾问过我，花无百日红，人无再少年。可若人有再少年呢？我不妨告诉你，你能重生，便是上一世那位如薇姑娘在青灯古佛面前求了10年才有的因果。只不过有因有果，因果缠绕，老衲也分不清孰是孰非了。我愣了愣，那他为自己求了什么？方丈笑笑，什么都不求，只求你能重活一次。若佛祖能圆他心愿，赎他一身罪孽。我撇过头去，一滴泪掉在地上。那年3月春光，桃花景色大好，他也曾撒娇卖乖，一声声阿姐，让我软下心肠。我知道今生我都不会再来普济寺了，苦果恶果皆是因果。恩怨缠绕，人人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思，互相亏欠，互相折磨，互相恩惠。谁能说自己就是世上顶顶的好人，什么错都不曾犯过，什么恶毒的心思都没有催生过？我回头望着普济寺后的小小庙宇一角，扪心自问，当年我对他好，当真没有半分是仗着嫡出身份为自己博个好名声的意图吗？我叹了口气，张嬷嬷扶着我下了山。女侯，我们如今去哪儿？世间多繁华，阿娘双居多年，为我们操碎了心。如今我们既已了了前尘往事，倒不如带着阿娘到处走走，看看大好风光才是。盛如薇番外，我是盛如薇，是城府的庶女。我阿娘是春小娘，一个边关小城的厨娘。爹爹征战多年，与嫡母恩爱非常，可男人终究是管不住胯下的2两肉的。他与阿娘苟且，有了我。阿娘命苦，当了几年外室，在爹爹要回汴京之前，病死在了那边关小城。他至死都没有去他向往的汴京城看一看，一口薄薄的棺材草草下葬。爹爹日日要与阿娘厮混，可阿娘走后，他一滴泪未流，看向我的时候眉头紧皱，仿佛我是个拖油瓶一般。我知道他只是发愁，他不知回了汴京该如何对爱妻交代我的存在。一个在边关多年的将军，忽然和一个卑微的厨娘生育一女，说出去到底难堪。嫡母是寻国公府里养出来的大家闺秀，为人正直仁慈，她对我视如己出，从不会苛待于我。还记得阿娘病重时握紧我的手，担忧我回了京会被戴夫人苛待，像戏本子里那般为人鱼肉。他们待我越好，越亲和，我便越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大哥哥和二哥哥会牵着盛如觉去看花灯，去赏花游船。盛如觉犯了错也会遭责骂，而我不会。有一日我偷偷听到大哥哥对二哥哥说，如薇和我们不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自然不能责骂她，要好生待她。如觉不会记在心里，可如薇毕竟年纪小，若是生了什么旁的心思，岂不是家宅不宁？我蹲在墙角哭了好久。圆月当空，盛如觉躺在他阿娘的怀抱中撒娇卖乖。爹爹常年在西郊大营，不曾管过宅门里的事情。我是盛府的二小姐，是婆子丫鬟暗中鄙夷的外室女所生的二小姐。若非主母仁慈，少爷小姐仁慈，
若是生在旁人家，只怕是吃不尽的苦头。这便是我从小就知道的道理。盛如觉对我越好，我便越恨他。他当着下人的面送我东西，替我梳妆描眉，带我去世家贵女才能去的宴席上露脸。我越谨小慎微，他便越落落大方。这种时候就如同无形的巴掌抽在我脸上。后来云阳侯太夫人来府上要了庚帖，准备提亲。盛如觉温婉大方，而梁昭生的相貌不凡，长身玉立，只让人看一眼便隐隐心动。那些时日，我日日都跟着盛如觉，他时常去普济寺礼佛，我便跟着去。我在赌梁昭会找个时机相看自己未过门的妻子。终于有一天，我在普济寺外遇到了梁昭。我使尽浑身解数勾搭了梁昭，让他爱我疼我。我将这些年的委屈添油加醋地告诉梁昭。在我口中，谪仙一般的盛如觉是个恶女，处处折辱我，仗着嫡姐的身份打骂我。梁昭疼惜我，可抵挡不过太夫人的权威。我亲眼看着她娶了盛如觉进门，盛大的婚礼，整个汴京城都轰动了。老寻国公着意为外孙女添了许多嫁妆，婚礼办得又尊贵又体面。可梁昭在新婚那日，却让人偷偷地接我去府上。我们躲在新房的隔壁。他说：盛如觉那贱人，你不想好好羞辱她吗？让她不堪为侯门宗妇，让程府将你送进门来。我愣了愣，你想做什么？梁昭揽着我的腰身，如薇，我给我那不成器的三弟下了春药，要他替我入洞房。盛如觉的惨叫声响起，整个后院早已被梁昭潜了个干干净净，无人相救。我正准备冲出去时，梁昭勾起我的下巴，如薇，你若过去就前功尽弃了，你不想当侯门主母吗？不想当我的侯夫人吗？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地站在了原地。我亲眼看着盛如觉被关入柴房，亲眼看见太夫人用尽手段，将大哥哥和二哥哥调离汴京城。嫡母双居多年，无可奈何，只能让我嫁了过去。我甚至着了太夫人的道，与他们一同谋划让大哥和二哥身死的局，将程家和寻国公府偌大的家业据为己有。梁昭说他会永远爱我。我安慰自己，没关系，那些家人从未将我看作家人，有没有他们都无所谓，只要有梁昭全心全意的爱，我便能活下去。只要能成为侯门主母，我阿娘在天上也定会为我高兴。盛如觉死的那天，我心中酸涩难平。我看着他那张清丽的脸，心里难堪。我出言恶毒，说我早就恨他恨得入骨，可他闭眼的时候，我心中却如同空了一块。后来梁昭娶了高门贵女，将我赶出门外，程府覆灭，寻国公府也空无一人。梁昭说，你连亲姐姐都能谋害，你这种毒妇，我怎么敢留着当夫人？太夫人说，你不过一个庶女，怎么配得上我儿子？我心灰意冷，满心伤痛地爬上了普济寺。阿姐不在了，圣父不在了。我跪在青灯古佛前，日日祈祷，希望阿姐盛如觉再重活一次，就让圣父重新来过。10年后，一声木鱼声响，我忽然站在普济寺的大殿外，猛地睁眼，看到阿姐的背影。我知道我愿望成真了。她看向我的目光寒凉无比，我心中怅然。我看着她将我高高捧起，一步一步送我进入侯府，成为梁昭的妻子。我顺着她的谋划，甘愿掉入她挖的陷阱，入府赎罪。纵使她不谋划，梁昭和太夫人也活不过1年。为了将戏做全套，为了让他晚一些看穿我，我佯装愚蠢地跑到嫡母面前大放厥词，让他觉得我仍旧是那个恶毒愚蠢的盛如薇。我抱着一丝侥幸问他，阿姐会不会原谅我？他依旧是那张冷淡如霜的脸，不会，不会变好，这是我的报应，让你重活一世，却记得前世，是我的报应。
阿姐，祝你锦绣前程，祝你拥有美满人生。后记。梁昭临死前也是在一个阴暗的柴房，上一世的记忆忽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终于明白为何盛如薇和盛如觉都说他和盛如薇是两世夫妻，而盛如薇和盛如觉不知道的是，上一世在他们二人死去后，他娶了蜀王的养女，那养女将整个侯府折腾得家财散尽，偌大的侯府都成了蜀王的囊中之物，而自己的母亲被蜀王害死。他愤恨不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着到了蜀王的房中。蜀王只是鄙夷地看着他，你不是我的儿子，我阿娘所有筹谋都是为了你。蜀王揽着自己的美妾低声说道，我从未碰过他，何来的儿子？那些他自认为与我共度的春宵，不过是我下了药后让那些个家丁进入他房中罢了。至于你到底是谁的孩子，你娘估计也不知道，我在封地好好的，你娘自甘下贱送来的银钱不用白不用。梁昭，你！蜀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和你娘一样愚蠢。他咽气的时候，脑海中是他阿娘那张不苟言笑的脸，自食恶果，他竟不知道该恨谁了。而千里之外的苦寒之地，太夫人早已被草席卷了，扔在了乱葬岗。她怀中还装着年少时和蜀王暗通款曲的情书。她至死想的都是自己想象中美化过无数遍的少年蜀王。完。